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的 Story Learning Chinese with Annie。今天我会在一个新的地方来拍这个视频，因为今天我不在北京，我在马来西亚，我在马来西亚的首都吉隆坡。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首都。今天早上我坐飞机5点6点，我坐飞机从厦门坐飞机到了吉隆坡。我今天坐飞机坐了5个小时。5点我起床，6点半我到了飞机场，8点50分飞机起飞，到中午1点半左右，飞机降落了。到了吉隆坡以后，我先过海关。到了外国需要过海关，因为我们到了新的国家。过海关的时候很容易，他们只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们说你在吉隆坡，你在马来西亚要玩几天？我告诉他们我会在马来西亚玩4天，因为我只在吉隆坡住4天，然后我会去新加坡。过了海关以后，我拿我的行李，我拿我的东西。我有一个非常大的行李，是我的箱子，因为这次我打算旅行3个星期，所以我带了很多的衣服，我带了很多我用的东西，我有一个很大的行李，所以我托运，在飞机场我托运行李。到了马来西亚，我要拿我的行李，我也可以说我提取行李，非常的容易，我不用等很长时间，很快我拿到了行李。拿好了行李，过了海关以后，我打算离开飞机场去我的酒店。我想打出租车，但是我没有钱，我没有马来西亚的钱，我有一些美元，美国的钱，所以我有一些美元。我把美元换成马来西亚的钱，我觉得叫吉令应该是马来西亚的钱，所以我换了100美元，差不多420吉令，所以我可以用这个钱打车，我可以买一杯咖啡。在飞机场我也买了一张电话卡，因为用这张电话卡我可以上网，我可以打电话，我可以坐出租车，我可以用地图，所以我先买了一张电话卡，然后我去坐。哇，大家可以听见吗？在外边下很大很大的雨，
现在正在打雷，下很大的雨。我决定我试试坐机场快线，从飞机场到吉隆坡的中心有很快的地铁，我们可以说机场快线。所以我坐机场快线很快到了中心。我觉得这个机场快线很便宜，差不多55吉令，很便宜，非常方便，很安静，没有很多人，非常快。从机场快线的地铁站，我坐出租车到了我的酒店。所以现在我到了酒店，但是有一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，因为在中国司机、出租车司机、开车的人是在左边开车，马来西亚的司机是在右边开车，和英国一样的。来马来西亚以前，我不知道在马来西亚是在右边。到了酒店以后，我收拾好我的行李，我打算去外边走一走，我打算去饭馆吃当地的马来西亚的菜。但是现在突然下了很大的雨，那我打算休息一下，等一等，等这个雨小一些。好的，那我会每天做一个很小的视频，和大家一起分享我的旅行。那我也希望你们可以听听我的旅行，练习汉语。这个是我今天的很小的日记，明天我会继续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今天第2天我的马来西亚吉隆坡旅行第2天的日记。昨天是我到了第1天，到了我的酒店以后，在外边下了非常大的雨和打雷。我在酒店休息了2个小时，我想出去散步走走看一看，所以我去了吉隆坡的中心。在吉隆坡的中心有一个非常有名的、非常高的双子塔，在这儿叫石油双塔。我觉得你们在电视、在网上都看到了这个石油双子塔的照片。在晚上去双子塔非常漂亮，所以我从我的酒店打车去中心。我在石油双塔下边拍了很多的照片，也有很多的游客，他们和我一样，他们来吉隆坡旅行，他们来双子塔拍照片，他们自己
拍照片，他们和朋友一起拍照片。我先在这个双子塔附近走一走，看看，在双子塔的下边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商场，在里边你可以吃饭，你可以买东西，买各种各样的东西，很贵的东西，所以有很多有名的牌子，有很多奢侈品，非常贵的化妆品。我在这个很大的商场里边，我吃了晚饭。我在我的手机上，我找到了一个很有名的酒吧，喝酒的地方。那我找到这个酒吧，我可以看看，我可以看到这个双子塔，我可以喝一杯酒，喝着这杯酒，看着双子塔，所以非常舒服。因为昨天晚上下了很大的雨，下雨以后天气不太热，晚上的时候也很舒服。在这个酒吧的外边，我可以看双子塔，也有一个很大的游泳池，所以很多的人在这个游泳池附近，在旁边和朋友聊天，喝一杯酒，吃晚饭，那我们都可以看看双子塔，非常漂亮的地方。我打车回酒店了，我觉得在吉隆坡打车很方便。在我的酒店附近有一个地铁站，但是我觉得地铁不太容易，因为有很多很多的地铁线，不太容易找到你想去的地方，所以我觉得打车是一个最好的选择。在吉隆坡最好的打车的 APP， 打车的软件叫 Grab， 所以你可以用这个软件去你想去的所有的地方。回到我的酒店以后，我已经有点累了，因为昨天早上我非常早起床，我去飞机场坐了很长时间的飞机。我在吉隆坡也去了很多的地方，11点多回到酒店，我打算很快洗澡去睡觉，但是发生了一件让我很害怕的事情。我打算洗澡的时候，突然我听见有一个人进来，有一个人开了我的房间的门，他有一张卡，他打开了我的房间的门，所以我特别害怕。我很快说，我说你是谁？谁呀？这个人他马上关门，他在房间的外边，他告诉我，哦，对不起，我要入住这个房间，这个房间是我的。他说对不起，我不知道在这儿有人。我告诉他，今天下午我已经入住了这个酒店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错误。
我觉得这个酒店可能他们出现了一个错误，所以这个人他很快的去楼下，他去前台，我也很快穿好衣服，我也很快的去前台。我想知道为什么，因为我觉得很害怕，我觉得有点不安全，所以到了这个酒店的前台，这个工作人员他告诉我，他说对不起，这个是酒店的问题，这个房间不是你的，不是我的，是这个另外的一个人的。所以我说，但是这个不是我的问题，现在已经快12点了，我一定不要换房间。听起来我非常的生气，对，我有点生气，我也有点害怕。这个酒店的工作人员他非常的抱歉，他说对不起，这个是我们的问题，现在我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，你不要生气，这个房间你可以一直住，你不需要换房间。所以这个是昨天晚上的一个小小的麻烦，现在他们解决了这个问题。那我觉得这是昨天发生的故事。今天我会在酒店工作几个小时，我会出去，那我也会跟大家继续分享我的故事。好，那我希望你们喜欢今天我的第2天的日记。我们明天再见。